修复魔域封印的时候，大师兄一心想杀了我。青梅竹马的师妹深信他无辜，还责怪我能力不足，还爱逞强，死了也是活该。我被困魔域数年，受尽折磨，最终功法大成，冲破封印。既然师妹要嫁给大师兄做掌门夫人，那我也迎娶魔族女帝，做魔族之主。只是师妹她怎么又后悔了？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还差最后一道封印，大师兄快帮帮我。我双手捏诀，勉强稳住了四周的魔气。给我护法的大师兄方海却迟迟不出手，我又喊了他2声，刚想回头，背后一记重击，我被震飞出阵眼，大口吐血。哼，凭你也配和师妹成亲？我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面目狰狞的方海，他平日里可是人人称赞的大好人，能娶师妹的人只有我，至于你，今天就死在这里吧。方海耗费大半灵力，将我和封印融合在一起。封印在我就在，封印灭我就死。方海打得一手好算盘，无论我怎样选，都是无解死局。方海，枉我一直将你视作兄长，任凭我哀求亦或怒骂，方海都无动于衷。掌门之位是我的，凌渊师妹也是我的，废材就该有废材的觉悟，你要怪就怪自己不该肖想太多，让你死得明明白白也好，师妹和我早已互许终身。他甩甩衣袖，大声狂笑，留我一人在魔域自生自灭。他说的话我自然是不相信的。出发魔域当天，凌渊眼泪汪汪，拉着我的手叫我务必小心。他还许诺等我回来就和我成亲。凌渊怎么会和他早已定情？他是想让我放弃挣扎才故意这么说的。封印中布满魔气，与我本身的灵力相互抵消，我受了重伤，灵力所剩无几。我的意识慢慢在溃散，我恐怕是真的要死在这里。我握住凌渊送我的锦囊，这是我此刻唯一的稻草。不知道昏睡了多久，我的五感慢慢恢复，悠悠转醒。我第一时间用所剩无几的灵力对锦囊施法，失败了好几次，终于成功了。通灵法阵中，我看到了凌渊，他神色如常，丝毫看不出来伤心难过。本来我还有点期许，凌渊也许能发现不妥，会前来救我。凌渊，都怪大师兄无能，没能救下楚师弟。大师兄，不怪你，楚师能力不足，还爱逞强，死了也是他活该。这事传出去，对你声誉总归不好，我会替你保密。方海溺爱地摸了摸凌渊的头，灵力微弱，法阵只能维持一会儿。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凌渊会说出来的话，他怎能如此狠心？我和他年幼时一起来到宗门，他从拜师的那一天起，就是我的小尾巴，楚池长楚池短，性子温柔又天真，连虫子都不敢杀。我总是笑他，你这样的胆子，修仙万年都白搭。而他总是甜甜地挽着我的手，有楚池你在就行了，没大没小，叫师兄。我就不。100年期限将至，宗门必须选出一名弟子前往魔域加固封印。凌渊向元老们推荐了我，楚池师兄做事最稳妥，由他去再合适不过。我本想拒绝的，毕竟以我现在的能力，这次任务是很危险的。但凌渊曾经说过，他希望未来的夫君是个对宗门有大功的人，所以我咬咬牙答应下来了。我抬起无力的手，覆盖上自己的眼睛，挡住滑落的泪水。不，凌渊只是被方海蛊惑了，他得知真相的话，一定会来救我的。靠着这个微弱的念头，我坚持了一天又一天。我居然挺了过来，封印里的魔气也消减了许多。我看着脚下的水晶兰，若有所思。我记得古籍中曾经提到过这种花，它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能力，能够将魔气炼化成灵气。我终究没有等来凌渊，解开禁锢已经是数年之后，成为100年来第一个独自修复封印又能全身而退的人。宗门自然要派人来接我回去，只是我想不到
来的人居然是大师兄。方海看到我就笑了：“楚师弟，才数年不见，你就狼狈到这种境地？魔域住得不习惯吗？”毕竟在魔域待的时间太久，我早已丹田受损，重新封印结界又花费了太多灵力。虽然已经在离魔域不远处的村子里休养了一段时间，但也只稍稍恢复了2成功力。此时看起来就像一个文弱书生。大师兄，你算盘失算，现在应该不好受吧？方海上下打量着我，面露轻蔑。收留你养伤的貌似是一户姓刘的猎户，那村子几百口人的性命，不知道够不够堵你的嘴巴。指甲深深扎进掌心，如润的感觉在我手中蔓延，痛感让我迅速冷静下来。现在不是时候，待我功力恢复再报仇不迟。我在3界声名大振，方海暂时不会对我下手。回到宗门，凌渊第一个跑出来：“楚池，你终于回来了，你可担心死我了。”他两眼泪汪汪，握住了我的手。我苦笑一声，师妹的关心可是真心的。他有那么一瞬的愕然，随即又换上意味不明的笑容：“你听说了吧？我要和大师兄成亲了。”回到宗门之前，我就听到了这个难以置信的消息，凌渊和方海将要成亲。但亲耳从凌渊口中听到，我依然气郁攻心，顿时满嘴血腥。我背过身，默默咽下血沫，装作不在意的样子：“恭喜。”他一跺脚：“哼，你也最好是真心的。”大师兄上前一步，将我俩隔开：“楚师弟如今是大英雄，来给我和凌渊证婚，楚师弟不会拒绝吧？”他总能知道如何直插我的软肋。我擦去嘴角的血痕，努力掩饰心中的难过。安顿下来之后，我竟有了些许怅然若失的感觉。这里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本以为最亲的人和最爱的人一起背叛了我，这种滋味不比在魔域受到的折磨好受。我看了一眼门外的侍卫，是方海的人，名曰保护，是为监视。虽然我逃离了一个魔窟，却又进了另一个魔窟。当晚凌渊来找我，让我有种恍惚的感觉，好像又回到从前。不用练功的时候，他总爱黏着我，只是他一开口就将我拉回现实当中。“楚池，你怎能怪大师兄？你还未过门，就帮着他说话了。”凌渊脸一红，眉眼染上怒气：“要不是你想独吞功劳，也不至于将自己置于险境。他是这么和你说的？他难道没有告诉你，他想继任掌门，想置我于死地的野心吗？”“够了，楚池，我看你才狼子野心，你休要污蔑大师兄。”看着凌渊远去的背影，我知道这已经不再是我当初天真的小师妹了。我的心像被一双无形的手攥紧，痛得不能自已。第二天，宗门举行大会，点名要我出席。直到我出现，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没有料想中的欢迎和关心。掌门和长老们个个神色凝重。嗖的一声，一支缠满灵力的暗箭直取我命门。我重伤未愈，功力尚未恢复，只能堪堪避开，脸上留下一道鲜红的伤口。箭来的方向，我看到了方海，手里挽着大弓。“楚师弟，你怎么回事？这都躲不开？难不成这几年你是躲起来逍遥快活了？不然以这样的功力，怎么可能从魔域全身而退？”在场的所有宗门弟子面面相觑，掌门和长老们眉头紧皱。我懂了，这根本就是问罪大会。掌门，请允许我和楚师弟比试一下。一言不发的掌门点了点头，他显然也怀疑我。还没等我反应，方海便攻了过来。他身上灵气暴涨，招式狠辣致命。这根本不是比试的架势，分明是要我命。我挨了几记暴击，单膝跪地，一口血吐出来。凌渊站在方海身边，不但没有阻止他，还给他递剑。弟子们议论声四起，讥讽嘲笑尽数落入我耳朵。楚池就这种能耐，连一个入门弟子都不如，丢尽宗门的脸面，还敢说修复封印，
查查他这些年去了什么地方才对。我百口莫辩，只能怪我大意了，着了方海的道。我彻底倒在地上，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方海一声嗤笑，并没有给我喘息的机会，持剑朝我狠狠劈来。距离我眼睛仅毫厘之间，我以为我就要死在今天了。预料中的疼痛没有到来，剑擦着我的耳朵，直直插进地里。掌门出手救了我，他看着我，轻叹一口气：“你回无思过，想好怎么解释吧？”方海虽心有不忿，但也不敢当着掌门的面造次。这次他杀我不成，必然还会有下一次。我还没想出应对的办法，变故就出现了。比试后没几天，掌门就遭人暗算。方海带着一众弟子，手持长剑，将我的小屋团团围住。他一掌将我的屋顶打飞。楚池，你这个畜生，连掌门你都暗算，今天我就要清理门户。我重伤未愈，要不是一众长老们拉住他，我已经死在他的掌风之下了。我连你都打不过，又如何能伤得了掌门？以掌门的修为，伤他的只能是让他不设防的熟人。方海额头青筋暴起，你无非想说这个人是我，能是我，为什么不能是你？凌渊拔出剑，指向我。楚池，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凌渊当着长老和弟子们的面说我修复封印时为了抢功劳，加害方海。方海顾及同门师兄弟的声誉，没有将这事说出来。众人一片哗然。方海身为大师兄，在宗门这么多年都安分守己，自然深得人心。我深知没有证据，无法为自己辩解。那些不信我的人心中早有了定论，我说什么都显得狡辩。其实我并不在意其他人的看法，但凌渊，当初那个无条件相信我的师妹，心已经不再向着我了。凌渊，你有没有想过我是无辜的？你连救了你命的掌门都想害，要我怎么信你？突然间，一枚银针向我袭来，我只能抬手去挡。你休想伤害大师兄！凌渊的长剑朝我戳来，剑没入胸膛1寸。我只是抬手挡暗器，他以为我要对方海出手。从前连我擦破手指都心疼半天的凌渊，为了给我求伤药走到脚趾流血都不愿停下来的凌渊，还有为了给我买鸡腿去偷掌门私房钱被逮住了打一顿还笑嘻嘻的凌渊，今天竟捅了我一剑。我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凌渊拔走的除了剑，还有我们往日的情分，一样这么红，这么痛。方海踩在我身上，在只有我能看见的角度换上一抹阴险的笑容。楚池勾结魔族，残害同门，挑断手筋脚筋，关进寒谷洞。寒谷洞其实是一个水牢，里面冰冷刺骨。我被锁住手脚，整个人进入冰水之中。据说没人能在这里待超过10天，就会浑身僵硬而死。我被铁链锁在柱子上，已经第5天了。没有人来看我，也没有人送吃的，浑浑噩噩，只觉得有人在耳边叫我：“楚池，醒醒！”我艰难地睁开眼睛，眼前是一个美貌绝伦的姑娘，肤白如雪，脸若银盘，眼似水杏，看着有点眼熟，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她玉指一点，我浑身寒气退去，一股暖流传遍全身。楚哥哥，你不认得我了？我愕然，思来想去，我见过这等绝色容貌的女子，怎会不记得？我突然想起离魔域不远处的村子，当初曾在那里休养过一段时间。一户姓刘的老猎户，他们有一个水灵灵的女儿，叫小溪，眉眼跟眼前的女子有7分相似。小溪，你总算想起来了，我是来带你走的。我的第一反应是胡闹，要是被方海知道了，绝对不会放过他。小溪好像看透了我的想法，你不用担心，你就说愿不愿意跟我走。一想到自己的处境，我的心又沉了下来。我能走到哪里去？我被方海冠以勾结魔族的罪名，我这一走，不就正中他下怀？他野心昭昭，连掌门都中了埋伏，他所图必定不是宗门这么简单。
现在我是唯一知道这些事情的人，宗门养我育我，我岂能一走了之？我必须留下来阻止方海，就算前路是刀山火海，我也要闯进去。小溪又眉一挑，好像能听到我的心声一样。行吧，那我姑且帮帮你。他从袖子里拿出一个红果子递给我，我轻咬一口，香甜在口中散开。这让我想起在魔域封印之中的那些日子。我借助水晶兰将魔气炼化成灵气，并不是一开始就成功，失败了很多次之后，我觉得我就要死在那里了。在迷迷糊糊之际，有人将一颗红果子放到我嘴里，吃吧，吃了就好了。在果子的滋养下，我居然慢慢的恢复，而且成功炼化了魔气，保住了小命。之后那人每天都将这种红果子放在我身边，但自始至终我都没看清那人的样貌，只知道她是个女子。后来我在村里休养，小溪爷每天去摘红果子给我，它能稳定我体内的灵气，助我修复功力。但是我知道，这红果子并不是寻常水果，而小溪也不是猎户女儿。这洞里有结界，能进来的都不是寻常人。不管我是什么人，我都不会像他们那样害你。小溪果然能知道我心中所想。当然了，我就是果子化成的精怪。你把我吃进肚子里，我当然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扑哧一笑，摇摇头，你这果子精，赶紧离开吧，你帮不了我的。你的命都是我救的，你居然赶我走？难道魔域中救我的也是你？小溪点点头，上一秒还嬉皮笑脸，下一秒神色凝重。凌渊进洞来了，后面还跟了一群人，行色匆匆。解药呢？见我无动于衷，凌渊急了：楚池，你聋了是不是？大师兄中毒了，是魔族独有的毒针，你肯定有解药，不交出解药，我便杀了你。凌渊急红了眼，拔出手中的剑，再一次指向我。师姐，杀了他吧，别跟他废话，他这样的叛徒简直是宗门之耻。对啊，师姐，杀了他，我们再找解药。凌渊身后的弟子们恨不得杀我而后快。洞中再冷，也冷不过我此刻的心。我拼了命都要保护的人，此刻却都想要我的命。凌渊气急攻心，见我始终不肯交出解药，他手中长剑一挥，朝我砍来。我此时寒气入骨，根本没有力气抵挡，只能举起左臂挡在面前。凌渊的剑也是我替他选的，小巧轻盈却锋利无比，是一把难得的好剑。剑穗上还挂有一个楚字，可现在那个楚字已经不见了，替代它的是一个方字。一声闷响，左手起肘断开。我爱的人用我选的剑砍断了我的手，真是讽刺至极。我强忍钻心的痛，问出了一直想问的话：当初修复魔域封印，明明大师兄更合适，你为什么推荐我？凌渊坚定的眼神突然闪躲了起来。答案已经摆在面前，我却一直不敢相信，或者说不愿相信。你早就知道方海想杀我，是不是？凌渊咬着下唇，眼底情绪涌动。大师兄是要做掌门的人，我会是掌门夫人，你给不了我的，他都能给我。我最后听到的声音是：楚池，你死不足惜。我吐出一口紫黑色的脓血，便晕死过去。那股温暖的气息再次包裹我全身。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从梦中惊醒。我又救你一次了，你要怎么报答我？原来我没有死，还枕在了小溪腿上。我起来活动了一下，发现周身舒爽，完全没有了先前的无力感。我的功法全都回来了，就连被挑断的筋脉和砍断的左手也恢复如初。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小溪，你命还挺大，小师妹砍你的那一刀，正好将你体内的郁结之血逼了出来。洞里的寒气又将你因业火而损伤的丹田修补好。换句话说，你不但没事了，功力还比之前更厉害了。我眼睛有点酸酸的，不知道怎么道谢才好。道谢就不必了，以身相许吧。
择日不如撞日，就现在吧。说着就朝我扑过来，吓得我脸都白了。虽说我是宗门第一美男，但也还是小雏鸡，没见过这种场面。我吓得抱住了身后的石柱，小西哈哈大笑。我看着自己的左手，对小西的身份有了猜想。你能告诉我你真正的名字吗？他眼神一沉，嘴角的笑容收敛了起来，似乎有点为难，但即刻又舒展开来。你不是猜到了吗？楚池，你会和那些人一样，觉得正邪不两立吗？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了忐忑的神情，他明明那么无所畏惧。正道之人将我逼入绝境，魔族之人救我于危难。何为正？何为邪？我已经分不清了，但有一件事情我很肯定，我的剑永远不会指向你。西幽，人人谈之色变的魔族女帝君西幽。传言她嗜血成性，贪财好色，吃人不眨眼，有着通天的本领，能活死人肉白骨。我看唯有好色是真的。他眉眼含笑地看着我，还有点想吃人的感觉。在我受伤昏迷的那几日，去魔域调查的人终于回来了。他们在里面找到了我的灵力残留，证实了封印确实是我修补的，而封印旁全是我生活了几年的痕迹。我走出寒谷洞那天，所有人都来了，包括掌门。大家都知道我没说谎。你受苦了，池儿。掌门看我的眼神充满内疚，那些取笑我的弟子都低下了头。可那又怎样？人心鬼域早已烂透了，道歉就完事了。楚池受的那些苦是活该的。西幽从我身后走出来，个个都瞪大了眼睛。只因寒谷洞旁边就是宗祠，所以这里设有最高级的结界，千百年来还没有外人能进来。西幽出现在这里太不寻常。掌门刚想开口，凌渊跌跌撞撞推开人群跑来。楚池，他们说的是真的？怎么，你也觉得我这些年是去逍遥快活了吗？可大师兄明明说，他说。我甩开他的手，将方海当年差点将我杀死在魔域的事情一五一十说了出来。你不信我，总该信掌门派去调查的人吧？凌渊艰难地抬起头，直到从长老们那里得到肯定的答案。他踉跄着跌坐地上，难以置信。他骗了我，他居然骗了我。原定明天就是凌渊和方海成亲的日子，宗门上下一派喜庆气氛。凌渊从人人艳羡的未来掌门夫人跌落成了叛徒夫人，他无法接受。他抱住我的脚，苦苦哀求我救救方海，不要让他一错再错。西幽冷笑一声，这山头养的都是猪吧？你们还在这磨蹭，人估计已经跑了。话音刚落，就有人来报，方海逃了。方海不仅逃了，还盗走了宗门秘宝，一朵能增进灵力的千年灵芝。这下所有人都知道，方海利用了凌渊。他之所以要娶凌渊，是因为宗门女弟子大婚之前需要进宗祠祈福，而千年灵芝就放在宗祠里面。凌渊跪在我面前，哭得梨花带雨。他说不想耽搁大婚，借灵芝只是用来驱毒。我真的知道错了，楚池，你会原谅我的吧？西幽一巴掌打过去，快到我只能看到残影。哭哭哭，烦死了！说你是猪，你还真蠢上了，还敢求原谅，信不信剁了你？凌渊摸着红肿的半边脸，敢怒不敢言，看着西幽如临大敌。他跪着挪到我脚边，又嘤嘤嘤地哭了起来。楚师兄，平日里你最疼我了，舍不得我受一点伤。我也很后悔对你做过的事情，你能不能别怪我？我挑起他的下巴，看着他哭红了的双眼，心里有一股隐秘的快意。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断臂那日，你我师兄妹缘分已尽，以后别来烦我了。我拉起西幽，甩手而去，任由凌渊在我身后大哭，我也不理会。自这天之后，凌渊总是找各种借口来找我。他给我做了糕点，西幽抢过来吃光了。呸呸呸，你把盐当糖放了。他给我熬了鸡汤，
西幽又一口气喝光。这鸡营养不良，长得跟鸭似的。他给我摘了霜打的葡萄，西幽一颗接一颗吃。皮这么厚，肯定是浇的屎不够多，去多掏2桶屎。无论凌渊带了什么来，他都一定要自己吃光，还尽挑刺。凌渊被气得够呛，又不敢在我面前发作，憋得脸都绿了。这天凌渊趁我不在偷袭西幽，他并不知道西幽的身份，以为他只是寻常精怪，想趁机杀了他。西幽虽然讨厌凌渊，但他不能还手，一旦他出手，必定挑起2族争斗。无奈凌渊难缠，不死不休。虽然凌渊不是西幽的对手，但毕竟是修仙之人，西幽的肩膀被划破了。我正好看到了这一幕。西幽努努嘴，我不是故意受伤的，我可没那么绿茶。我忍不住笑了出来，赶紧帮他包扎伤口。我狠狠瞪了瞪凌渊，不要再做无谓的事情了。楚池，我一定会向你证明的。这天之后，他竟然偷偷下了山，找方海报仇去了。心疼你的小师妹了，万一他落到方海手里，掌门必然会有所顾忌。简单，等方海来了，我将这山头铲平，一个不留。跟西幽在一起的这些日子，我也变得随性简单。原来为自己而活是这么快活。方海来的比预料的还早，他入了魔，吃了千年灵芝，功力大增，一路杀上了主峰，寻常弟子根本阻挡不了他。方海一边擦着剑上的血，一边环视一圈，谁乖乖献上宗门秘宝，就留你一命做个公统奴。说罢，他提剑将一个弟子的腿砍了下来，这腿曾经踩脏我的衣摆。又将一弟子的手砍下来，这手没有对我行礼。最后剑指向掌门所站的方向，老头，你居然还没死！孽徒，你到底想如何？想夺这个天下？大言不惭！方海挥挥手，身边护卫丢出一个人，竟然是被五花大绑的凌渊。偌大的宗门，居然派一个女人来杀我，可笑之极！方海捏住凌渊的下巴，用舌头舔了舔他的嘴唇。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如今你已经是我的娘子，心里可还装着姓楚的那个废柴？今天我就将你剥光，看你知不知道丢脸2字怎么写。凌渊低着头，看不清表情，像扯线木偶般任由摆布。掌门看不得门下女弟子受辱，闪电间2人已经过了数招。不知道方海练了什么神功，短短时间功力就在掌门之上。眼看掌门打不过方海，大家急得冷汗直流。如果掌门败了，今天大家都逃不过被杀的命运。是赤木果。西幽掏出一把红果子，正是我平日里吃的那种。西幽说，赤木果配上水晶兰，能将魔气炼化，但这个事情只有他知道。而方海想借助魔气突破境界，吃赤木果确实可以短期内突飞猛进，但时间长了会被魔气反噬，爆体而亡。看来方海为了成为天下之主，连死都不怕。掌门败了，方海觉得这里已经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嚣张得意。楚池那个废柴呢？吓得尿裤子不敢出来了吗？上次在魔域让你侥幸活了下来，这次不会再有好运了。我正准备出去，西幽递给我一把剑，一把我从未见过的很奇特的剑，剑身上布满暗红的不规则纹路。我问他这是什么宝剑，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路边捡的，锈了，总好过没有。奄奄一息的掌门和众长老拦住了我，你打不过他的，不要白白送命。我轻轻一笑，这件很衬你，都是垃圾堆里的东西。说罢，方海闪电般向我攻来，剑气在轰鸣，有将山劈开的气势。我用袖剑抵挡，2道光影在空中碰撞，爆发出绚丽的光芒，天空都险些被撕开。10几个来回之后，我被震得虎口生痛。方海则捂着胸口连连后退，吐出一口鲜血。胜负已分。他周身魔气外泄，脸上爬满了可怕的黑纹，这是魔气开始反噬了。
我用铁链穿过他两侧肩胛骨，扣住双手和肩膀，将他压在地上。他猖狂大笑起来，就算我死了，你们也要陪葬。说着释放出更多魔气。他料定我拿他没办法，纵然被打败了，依然有恃无恐。我看了一眼西优，他眉头轻轻地皱了起来，眼中透露不安。我需要做出选择了。如果我能炼化魔气的事情就藏不住了。如果我不救，今天死于魔气的宗门弟子会不计其数。我心中天人交战。你要是不想暴露，那就我来做坏人好了，反正我本来就是坏人。西优微笑着对我说。我看着他那如深潭般的双眸，想起了在寒谷洞里做的那个梦。梦里我看到了各大门派与魔族交战时破败的九州。白衣少年将一朵水晶兰放到魔族女孩的手上，女孩是少年从死人堆里挖出来的被屠戮的魔族。他带着她东躲西藏，虽然那段日子不见天日，但却是他来到世间最快乐的时光。他替他擦去脸上的污泥和眼泪。回去吧。我还能见到你吗？一定能的，等到两族停战的那天，到时你要教我吹骨笛。好，一言为定。少年和女孩拉勾勾，朔风扬起了少年的衣袖，他手臂上有一个水晶兰胎记。几年后，已成少女的她走出魔域，又花费了数年时间，终于找到了少年。可是少年已经成了路边的一堆枯骨，他死在了他离开之后不久。他抱着他留下的佩剑，仰天大哭。如果你愿意将身体和灵魂都献祭给我，我可以赐予你无上的力量，能活死人肉白骨，能让人死而复生，能……好，我愿意。他被骗了，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他失去了身体和灵魂的控制权，但他的执念尚在。他花费了400年的时间夺回灵魂，又花费了400年的时间夺回身体，却在融合的时候被野心勃勃的族人暗算，困于封印之中又100年。是你救了我，还是我救了你，已经不重要了。他亲吻着我手臂上的水晶兰胎记。1000年了，我终于找到你了。离得近的不少弟子已经倒下，在地上翻滚挣扎，痛苦嚎叫。方海笑得更加放肆，表情瘆人。弱者而已，死不足惜。我心中怒火顿起，恨不能将他碎尸万段。我不是舍己救人的英雄，我只想为自己报仇。我调动内力，将4亿的魔气尽数吸收，连方海带来的一众喽啰都无法靠近我。方海先是一愣，接着瞳孔骤缩，难以置信。我尝试数年都没法炼化魔气，你凭什么能做到？我五指合掌往下一压，方海被压进地里数寸，四周地砖碎裂成块。他满口鲜血，神情疯魔，咬牙切齿道：你凭什么总是轻而易举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我就要毁掉你，我就要杀了你。没有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我是大师兄，是未来掌门，我要你们死，你们就得死。方海还想反抗，我将魔气炼化成诀，打入他丹田。他的识海顷刻坍塌，修为尽失。我再将他的手筋脚筋挑断，让他动弹不能，成了废人一个。喽啰们见大势已去，纷纷四下逃窜。方海这样的人，杀了他反而便宜了他。我要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想到了一个地方，怨念海，那里能无限放大执念，永世不得解脱。将他送去那里，感受日日夜夜无止境的求而不得，就是对他最残忍的折磨。仅仅是在时空阵中看到怨念海，方海已经怕了。他苦苦哀求我，求我杀了他，又向着掌门拼命磕头，求掌门救救他。掌门，救救我！阿海知道错了。看我们都无动于衷，他又爬过去抓住凌渊的双脚，求他看在夫妻一场的情分上放过他。凌渊眼中似有水光闪动，他扯住方海的脚，一路拖行来到时空阵前。谁要和你做这短命夫妻？赶紧去死吧！
凌渊将方海推进了怨念海，海中怨念涌动，很快将他吞噬。有的人一生都被执念所困，走不出自己的妄念，哪里都是牢笼。刚才一直沉默的凌渊回过头来，看着我身后的西幽。妖女竟敢闯我宗门禁地，魅惑正道弟子。说罢，凌渊向众人跪下，我恳请宗门众人助我一臂之力，铲除魔族妖女西幽还死去的弟子们一个公道。众人愕然，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凌渊说的是我身后的女子。似乎大家都不敢相信，她竟是魔族之主，而且还和我关系不错。且慢！掌门艰难地站了起来，朝着西幽行了拱手礼。百年不见，姑娘近来可好？我还是老样子，倒是小子你竟老成这样了。掌门哈哈大笑，当年要不是姑娘相救，我岂能活到白头？原来100年前魔族叛军集结，想要荡平各大门派，是西幽出面收拾了叛军，避免了一场大战。当年的掌门还是个愣头青，与西幽不打不相识。也正是这次叛变之后，西幽遭了叛军余孽的暗算，困于封印之中100年。当年救了你的这个人情，你是时候还了。姑娘请讲，只要是我能力范围内的事情，绝不推脱。西幽走到掌门耳边，悄悄说了一句话，引得掌门开怀大笑。自然可以，恭喜姑娘得偿所愿。西幽朝我神秘地眨眨眼，但现在不是我细想的时候。凌渊挑拨离间失败，气急败坏，从背后偷袭。我挡在了西幽身前，一剑将凌渊捅了个对穿。他瞪大了眼睛，惊恐而又痛苦地看着我。为什么？她只是个妖女。我将剑再捅深几寸，凌渊痛得浑身颤抖。凌渊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他其实和方海是一样的人，想要太多，执念太深，自己困死了自己。楚池，我只想和你回到从前。我将剑拔出，凌渊像个没了风的纸鸢掉落在地。他身上血染的衣裳越发鲜艳，在这白雪覆盖的峰顶像一朵绽放的昙花。楚池，求求你看看我。可是我永远不会再回头。下山的路上，西幽问我，你会不会后悔跟我走？后悔了，后悔没有早点跟你走。凌渊死后，我就和掌门告别，除了一把袖剑，什么都没带走。这可是我和西幽1000年前的定情信物，我决定给他起一个响亮的名字，就叫爱西幽之剑。这什么破名字，难听死了。你到底和掌门说了什么悄悄话？我说出来，你可别笑我。绝对不会笑你，我发誓。我让他人情就不用还了，还我一个夫君就行了。哈哈哈哈哈哈哈！你发的是狗屁誓言吗？一见千年，一眼万年，有你就足够了。全文完，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